在《习惯的力量》里有这样的描述，很多人可能都认为我们每天做的大部分选择都是深思熟虑决策的结果，其实并非如此。人每天的活动中有超过40%是习惯的产物，而不是自己主动的决定。想想确实如此，我们每天中的很多行为真的是习惯所致，完全就是下意识的行为，是不需要思考的。比如说上班走哪条路，什么时间吃饭，到公司是先和同事聊天还是直接进入工作。一个行为持续久了就会变成习惯，而习惯慢慢养成了我们的性格，是懒散松弛的还是雷厉风行的，而这些习惯最后又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这不由让我想起乔布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你生命的最初30年里，你养成了习惯，在你生命的最后的30年中，你的习惯决定了你。而王尔德说的就更有哲学味道了，他说，起先是我们造成习惯，后来是习惯造成我们。之所以讲这些，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是完全有机会可能拥有另一种人生的，前提就是能改变日常的习惯。想要变得更好，这5个习惯必须要养成。1、管理好时间。俗话说，如何过一天就如何过一生。一个人的时间花在哪儿，成就就在哪儿，往往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若将时间用在自我提升上，投入到工作中，那么你就会比别人优秀。你若是在阅读上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那么你就会比别人学识渊博。当然，如果你将大量时间都花在吃喝玩乐上，荒废人生，那么你最终就很可能一事无成，越混越差。所以我们需要养成的第一个好习惯就是管理好时间。所谓管好时间，其实就是要合理分配时间，将时间花在真正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情上。比如给自己安排每天1个小时的阅读时间，或者花2个小时提升某项技能，学门外语。很多人之所以过得不好，往往就是在娱乐方面浪费太多时间，沉迷于游戏和追剧。并不是说不可以玩游戏，而是要适可而止。管理好时间，往往就能拥有一个向上有趣的人生。2、不熬夜，早睡早起。我们都知道健康是无价的，也都知道熬夜伤身，熬夜有多不好，但如今很少有人是不熬夜的，特别是年轻人。尽管如此，我觉得仍有必要提出来，毕竟健康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好好活着才是头等大事，其他都是过眼云烟。所以我们需要养成的第2个习惯就是不熬夜，早睡早起。一来为了健康，二来为了成长。很多人其实有志向和计划安排的，但最终未能成行，迟迟不去行动，往往和糟糕的作息有不小的关系。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虽然每天都是24小时，但早起的人通常比别人拥有更多的时间，做事更加高效，每天也更充实。而想要做到早起，前提就是不要熬夜，晚上10点前就去睡觉，远离手机等一切电子产品，努力做到不熬夜，第2天就会早起，接下来一整天的状态就会非常好，就有更多的体力精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如此良性循环下去，长此以往，人生定将是另一番模样。3、列出待办事项清单。为什么有些人的工作效率很高，而且给人的感觉很靠谱，交代他做的事情绝对不会出现差错，而有些人做事的效率却很低，还特别容易丢三落四，小错不断。差别就在于他们的目标感不一样，前者目标感很强，非常有条理，而后者的脑子就很混乱。当然，这也和能力、性格有一定的关系。不过我认为这是有办法改善的，也就是后者是有机会变成前者的。我们需要养成的第3个习惯就是每天列出待办事项清单，最好是按照轻重缓急来排出优先级。一是可以让我们做事更有条理，也会更加高效靠谱；
2是可以改善做事拖延的情况，3是可以训练我们的统筹管理能力。当天的事一定要当天做完，别往明天推。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的人生肯定会慢慢好起来。4、保持阅读。不管是朗读者还是诗词大会，再到主持人大赛，董卿一次次以他无与伦比的才情让人叹为观止。有人不禁感慨，一个人怎么可以优秀成这样？董卿曾在接受环球人物采访时说，我一直保持着每天睡觉之前1个小时的阅读习惯，这几乎是雷打不动的。关于阅读的意义，他是这样说的，我始终相信读过的所有书都不会白读，它总会在未来的日子某一个场合帮助我表现得更出色。读书是可以给人以力量的，它更能给人快乐。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养成的第4个习惯就是保持阅读。长期坚持阅读，汲取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可以让我们在事业上更容易取得成功。正如董卿所言，他总会在未来日子的某一个场合帮助我表现得更出色。除此之外，阅读可以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免于荒芜，可以让我们以一种更好的心境和精神面貌去应对这个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个长期坚持阅读的人，哪怕在事业上没有太大的成功，但他一定是幸福的。5、时常反思。在我看来，有句老话说得非常好，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与人闲谈的时候，不要随意评价他人，议论别人的是是非非，但等到自己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就要经常反思自己的过失。不议论别人是一种修养，更是智慧，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而时常反思自己，则是一种修行，这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好。我们需要养成的第5个习惯，就是时常反思自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都会犯错，都不是完人，所以我们不要害怕面对不完美的自己。犯错不是最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知错不改，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才是致命的。有个小建议，每天晚上临睡前可花上几分钟的时间对当日进行复盘，看看为人处事时有哪些地方处理得不好，思考更优的处理方法。不要小看这样的小习惯，长期坚持下去，定会让你受益良多。马克·吐温说，习惯就是习惯，谁也不能将其扔出窗外，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它下楼。实际上，任何好习惯的养成，坏习惯的改善，都是需要一步步来的，需要慢慢引导的。所以请给自己多点耐心，也多点坚持。人生就是一场修行，我们能收获怎样的人生，就看我们播种了怎样的习惯在身上。想要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这5个习惯请逼着自己努力养成。与朋友们共勉。让人简单快乐的12个小习惯。不知不觉中，我们日复一日地被时间推着走。有的人脚步轻缓，日程虽多，但安排得妥妥当当，永远用精致妥帖的一面示人。有人被忙碌追赶，吃着单调乏味的外卖，住着杂乱无章的房间，没有时间和朋友联系，没有多余的精力享受孤独。成年人的世界是独立，也是孤单，是自由，也是独自处理生活琐事的压力。凯利·威廉斯·布朗是一位报社记者，工作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刚开始一个人打理生活，常常把家弄得一团糟，有时忘记交电费，有时候厨房水槽堆满脏碗盘，忘了清洗。这些让人崩溃的混乱景象让他沮丧，感觉自己无法像个成熟的大人那样处理事务。于是他采访了很多更懂生活的人，可能采访遇到的成功人士，也可能是路上遇到的陌生人。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生活智慧，让他受益良多。在再忙也要用心生活中，他讲述了这些照顾自己、用心生活的理念和方法，从谈恋爱到修厕所，交朋友到做顿饭，照顾父母到租房子。
它让你相信每一个小小的发现和决定都可以帮助你勾勒出未来的模样。试着养成生活中的好习惯，世界再复杂，你都依然可以拥有简单而充实的生活。遇到问题时，先确定问题的重要性。如果有某个问题困扰着你，忧虑萦绕心头，请想想6个月后这个问题是否还存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6个月后这个问题早已失效，那么现在就会放下疑虑，继续向前走。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依然必须面对，那至少你已经为它做了一些心理准备。就算没有多少预算，也可以把房子装饰得很漂亮。作者的朋友会把旧童书中特别喜欢的画面裁下来，贴到掉漆斑驳的墙壁上，而他则会为陈旧灰暗的木质家具喷上一些白色漆。你还可以去二手商店多看看小摆设和装饰品，只要多花一些心思，再加一点点创造力，就什么都做得到。将随手清洁变成一种生活习惯。接电话的时候，可以顺手清理一下手边的零碎。食物还在锅里，等待的几分钟可以擦拭料理台或洗个碗。等待热水器预热的时间里，可以顺便清洗水槽。生活的高手总是很会利用零碎的时间，置办一些心动的餐具，不用很多碗盘，特别又迷人的厨具和餐具会让你爱上厨房，爱上自己动手做饭，爱上吃饭的时光。作者曾和一位厨师约会，他厨房有3把刀，其中2把就是主厨刀。质感佳的主厨刀能让你事半功倍，厨艺更上一层楼。你的身体其实很简单。一位医生告诉凯莉，你可以把你的身体想象成很简单的3个部分。你的身体有一些入口，也有一些出口，剩下就是包裹着你全身的透气且湿润的皮肤。保持健康的关键就是注意那些从入口进入身体的东西，监控那些从出口排出体外的东西，然后保护好你的皮肤。至少准备一笔急用金。急用金是财务规划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每一年都要认真计划和检视自己的急用金是否足够，或是否花在了刀刃上。你所存的急用金可以在电器报废、失业、紧急手术等危急时刻发挥极大效用。能用自己的急用金处理紧急事件，不用把信用卡刷爆，也不再需要请父母帮忙，是成年人的标志。别讨论别人天生就有的东西，聊聊他做的事。称赞一个高个子长得很高，说了等于没说。我们的生理特征大多是由遗传的力量决定的，是高是矮，出生在富有的家庭还是一贫如洗，这些都无法靠后天的努力改变。所以不能用他天生就有的东西来评断他的价值，重要的是他的作为。一段关系不能只建立在小确幸上。躺在床上看电视，一起逛街、吃美食、看电影，长久的关系不会只建立在这些轻松或者有趣的事情之上。真正成熟的关系是，即使对方偶尔做了什么惹怒你的事，你还是爱他，愿意包容他的小缺点，也愿意花时间好好维系你们的感情。经营一段爱情就像是让一个小孩去爬树，这个过程会让孩子很开心，但也要时时注意，别一不小心摔断了手臂。别在网络上公开发表你对你的工作的看法，无论是匿名还是实名，一旦在网络上留下痕迹，就很难完全磨灭。在社交网站骂老板，在电脑上留下批评同事、主管的言论，你以为开心地发泄完了，但这对解决问题毫无意义，还会给自己留下后患。你说出的每一句话，如果是不能让当事人听到的，那就不要说出来。
不需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别人伤了你的感情，用相同的态度或方法报复对方，这并不会让你比较好过，也无法真正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我们无法控制别人何时为何对我们说出负面的话，我们能做的就是别再做无意义的反击，向父母证明你已经具备那些能力。父亲可能时常提醒你找个稳定工作，要证明自己不再需要这种提醒，不只是跟父亲说你已经找到了稳定的工作，还要让他们知道你刚刚在职场上获得升迁机会。重点是要让父母感受到你把他们的话听进去了，你能够做到父母期望的那些基本原则，父母才会对你放心。不要因为家人的羁绊拖垮自己的人生。一位老人告诉凯莉，不能因为是自己的小孩，或者是与对方有血缘关系，就厚着脸皮成为对方的重担。我们都必须认识到对方有自己的人生。有时候一起生活太久，人会因为舒适与习惯，渐渐变得过度依赖，忘了该尊重家人，导致家人之间的牵绊以及无形之中的紧密关系令人窒息。如果彼此之间的鸿沟无法跨越，那代表你们必须暂时分开。不妨说，我必须去好好过我的人生，不能因为家人的羁绊拖着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在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丈夫因不信任妻子而开始对其拳打脚踢，不管是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尝试伤害并且控制你的人一定要远离。每个人都会为感情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但如果它的存在对你而言是一种伤害，是在不停消耗你的爱意与人生，一定要懂得及时放弃。舍不得之前的美好，可能会造成之后更大的损失。人生永远是自己的，别让无用的情感锁住心灵飞翔的翅膀。如果把我们每天要做的事记录下来，那是一张长长的日程表。用心生活，就是为这些你已经完成的每一件事而感到骄傲，为你能够解决每一件事感到自豪。当你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用心过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拥有学习的能力，可以通过完成一些小目标，让生活变得更惬意，可以从容地度过每一天，与朋友们共勉。知乎上有一个数百万人关注的热门帖子，自律带给了你什么？有一个高赞回答是这样说的：自律者出众，不自律者出局。很多人的状态是间歇性自律，持续性懒惰，一时的打鸡血没什么用，长久持续的自律才能解决人生的大部分问题。自律确实很难，能做到的人就成了别人眼中的成功者。第一层，自律的人都不愿意过得太舒服。真正想要变好的人都会不停突破自己的舒适圈。舒适安逸的状态每个人都喜欢，但小心，这或许也是一个陷阱，让人陷入到温水煮青蛙的状态，生活开始停滞下来。我的朋友起初在一家银行做着基层岗位，年近30岁，渴望人生有更大的突破，于是他决定用空闲时间考公务员。工作很辛苦，经常忙到晚上9点多才回家，看书复习的时间很少，而公务员考试竞争激烈，他只有闷头孤注一掷的努力，晚上雷打不动的学到凌晨睡觉，早上5点起床，坚持复习了3个月。只有亲眼看到他的状态，才知道他的决心和毅力有多大。最终他上岸成功，是所有考职位笔试面试的第1名，是成为去年那个部门里招的唯一一个公务员。自律的开始都是痛苦的，没有人轻轻松松就能拥有开挂的人生，过程里必须充满了孤独的坚持、付出和不被人理解的辛酸。当你想让自己过得不太舒服时，恭喜你，你的人生会发生更多变好的迹象。演员邓超因为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打开了自己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知名度，但在演戏上他更拼命，敢吃苦，自律
才赢得了大导演的青睐。拍摄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影》，他一人分饰2角，为了进入角色状态，达到导演的要求，他在拍摄期间瘦了20斤，每天跑步锻炼，忍受饥饿，整个人都瘦脱了相。连孙俪都心疼地说：“邓超，你别再瘦了。”突破自己的局限，达成自己想要的目标，自律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在孤独中坚持，在煎熬中努力，方有成事的一天。当你无所事事，整日刷手机玩游戏，总有人是在读书、练字、做运动。有人开始与日俱进，有人却依旧停留在原地。水落石出，谁被搁浅在岸上，一看便知。就像朱熹说的：“不奋发，则心日颓靡；不减数，则心日滋肆。”所谓自律，不过是一种对于快乐与欲望的自我控制，是积极而主动的人生态度。一劳永逸的确人人称赞，但颓废的人生也自此开始。一个人一旦明白事理，首先就要做到奋发而有节制。那些比你优秀的人都还在努力，你有什么理由踌躇不前？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年龄，只有那些自律到极致的人，才能时刻保持清醒，拥有开挂的人生。第2层，自律的人都有明确的欲望。什么是自律？有一位作家给出了定义：自律就是有目标、有方向，积极主动地做事，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最终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每天叫醒自己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当你真的想干成一件事，有成功的渴望，有变强变好的欲望时，自律这件事对你来说就不是被动要做到的。资深职场人士刘晓光曾分享过一个案例，他认识一个在西门子的高管，成长起点非常低，中专毕业，因为家境不好，一开始在工厂工作，补贴家用，不甘心自己的人生就只能在工厂里给人打工，他就一边做工一边看书复习，考上了自考本科，后来又考上了名校的研究生。期间在学校自学英语，通过了上海的高级口译。刘晓光说，这些都是他一边打工一边艰难实现的。这种自律和对时间效率的把握堪称变态。不要说没有时间提升自己，或者努力太苦了，不管起点有多低，保持一种向上自律的精神，付出努力，不把及格线当终点线，就会不知不觉在同龄人里脱颖而出。有句话说的扎心，但很中肯，人的一切痛苦本质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自律是改变痛苦最重要的方法。通过自律，在面对问题时，我们才会变得坚定不移，并能从痛苦中获得智慧。第3层，把自律变成习惯，就离成功不远了。一时自律不难，难在长久坚持。当自律成为骨子里刻下的本能，生活就会发光。杰出的作家富兰克林说，我从未见过一个早起勤奋、谨慎诚实的人抱怨命运不好。良好的品格、优秀的习惯、坚强的意志、自律的精神，是不会被所谓的命运击败的。所有人的成功都有迹可循。作为一个能坚持20多年写作的畅销书作家，村上春树一直过着极度自律的生活。自从1982年起，他固定在每天早上5点前起床，伏案写作几个小时，然后出门长跑，30几年从未间断。村上春树说，长跑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训练，通过跑步养成自律的习惯，锻炼自己的意志力，在做其他事情时，运用自律就变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如何让自律变成一种习惯？自控力给出了很有用的3招。1. 延迟满足。没有延迟满足能力的人很难拥有自律能力，因为自律就意味着放弃眼前的享乐和舒适，去为了一个远处的目标而努力。及时行乐，看似得到了暂时的快乐，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目前的努力是为了一个更大的回报，会让我们更好地投入当下。2. 计划不能很满。没有弹性的计划通常坚持不过3天。养成有效的自律，开始不能贪多，比如用100天就做跑步这一件事，从一天走10分钟到一天快走30分钟，再到每周跑步3次，循序渐进的努力是为了大脑适应变化。3. 给自己激励。
持续正向的反馈是一种长久的激励。自律一般分成3个阶段，前期是兴奋、跃跃欲试，中期是痛苦忍耐，甚至是平静期。当自律让生活发生好的变化后，自律的后期就变成了享受。在过程中给自己激励，就会坚持看到后面那个巨大的奖励。有些东西别人是抢不走、拿不走的，比如思维、身材、自律。作家王鑫说，你所看到的那些惬意、闲适、无拘无束、不受金钱困扰的慢生活，其实都是人生给予自律的奖赏，是生活某一个甜美的瞬间，并不是全部的日常。别让自己过得太舒服，有明确的欲望，让自律成为一种长久坚持的习惯。不要相信什么懒洋洋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自律带给你的选择权。与朋友们共勉。今天分享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并且让你深有感触，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最后，在 YouTube 和 Facebook 上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也期待与你的互动。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